你敢信，一个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地方，居然生活着24万人？算下来呢，每平方公里高达12万人，1平米就8个人。要知道，我国人口最拥挤的澳门也才2万人每公里。更离谱的是，人口在增加，面积却在不断的缩小。在过去几十年呢，甚至还有沉没的危险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马尔代夫是印度洋上一个群岛国家，由26组自然岛礁、上千个珊瑚岛组成，陆地面积约298平方公里，人口约55.7万人。这些人住在其中200多岛屿上，然而有40%的人口约24万人都居住在面积连2平方公里都不到、世界上最小的首都马累，这就造成了马累的人口密度达到了恐怖的每平方公里12万人。更让人直呼离谱的是，都有这么多人了，马累的人口呢还在不断的增长。不过说来也正常，毕竟是国家首都，是政治、经济等文化中心。就像我国很多人都喜欢往北上广跑，马尔代夫人也期望来到首都发展事业，所以人才多了起来。但是因为面积实在太小，马累甚至连飞机场都建不了，它也成为了世界上少有的没有机场的国家首都。既然首都建不了，也就只能找个岛屿修建机场，然后修一座跨海大桥。想要去马累，就得首先飞到附近的岛屿，然后要么开车，要么坐船。好在机场呢离马累也不算太远，又有大桥，又有发达的航运交通，所以哪怕没有直达的飞机，马累的交通依旧畅通且发达。不过让人好奇的是，还没巴掌大点的地方，这些人究竟是怎么生活下去的？土地面积不够大，好像是所有小型群岛国家都有着通病。在马累呢，有个传说，说宽阔的地方容易引来恶魔，实际上就是因为面积不够用，当地人只能把房子修的是又窄又矮。很少有那种10层以上的高楼，更别说上百层的高楼大厦里。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呢，一是为了节省土地，第二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住进去。但有人就奇怪了，为啥不修得高一点呢？那样住的人不是更多吗？事实上不是他们不想，而是不能。马累是个珊瑚岛，而且其中0.5平方公里的面积呢，还是吹田得来的，压根儿就支撑不起修建高楼大厦。没有稳固的地基，要是强行修建，有随而倒塌的危险不说，甚至还可能会伤到岛屿本身，得不偿失。于是为了保护岛屿，当地人就形成了不修太高楼层的习惯。因为土地资源紧张，不仅房子修得很窄，马累的马路呢也修得很窄，最宽的一条路也不过只能让2辆车并排通过，所以避免堵车。同时也是因为没有空余的空间用来停车，所以当地买车的人少之又少，大部分都是出租车。当地人更习惯呢还是买辆摩托车或者是自行车用来代步，甚至有的人呢干脆什么车也不买，毕竟马累面积也就这么大，稍微溜达溜达就走完了全程。买车贵不说，还不方便，干嘛还得花这笔钱？如果是来旅游观光的游客，其实步行也是不错的选择，这样既能欣赏风景，又能深入地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。人口拥挤是马累的问题，但这并不是最致命的。作为印度洋最璀璨的明珠，但在几十年呢，却要从地球上彻底消失，这究竟是不是真的？马尔代夫是多少人心中的度假天堂，很多新婚夫妻一想到度蜜月呢，就是来马尔代夫。虽然没有名胜古迹，但马尔代夫却凭着各种岛屿资源以及温暖的气候和海岛风情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，使得旅游业成了马尔代夫的支柱型产业。但就是这个被誉为人性天堂的地方，却即将从世界上消失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马尔代夫平均海拔只有 1.2 米。然而最近这些年，因为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，严重威胁到了马尔代夫。已经有专家预测，要是再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，不到100年的时间，马尔代夫就会彻底被海水淹没，从地球上消失。而为了呼吁全球变暖的危机，马尔代夫还别具特色的在海底开了场会议。除了将面临消失的危机，马尔代夫虽然海洋资源丰富，但极度缺乏淡水。又因为是群岛国家，也没有河流或者是能储存淡水的地方，所以只能通过海水淡化才能解决生活用水。曾经马尔代夫就发生过因为海水淡化厂发生了火灾，导致岛上居民生活用水几乎中断。好在我国伸出援手，才让马尔代夫渡过难关。虽然面临的问题很多，但马尔代夫呢也在积极的寻求办法。而且不仅是它存在这种危机，世界上很多国家或地区也有这样的困扰。积极保护环境，不浪费资源的保护好我们的地球，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做的事情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，你发财小手给了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